讲的有点超出知识范围了。是吧？没关系，你卡，没 cut。不是，我到时候录了我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是随便说说。你好，苏菲亚老师，嗨，丹妮，你好，今天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也是很高兴见到你。今天呢，我对，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我才认识的一位新老师，苏菲亚老师。他现在呢是在韩国教中文的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两个人要给大家讲的一个话题是爱好。那么我们就从苏菲亚老师开始吧。先采访一下苏菲亚老师，你的爱好是什么呢？其实我很喜欢唱歌、写作和画画儿，但是我现在其实没有机会做这些，所以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做 YouTube 视频，还有看书，这样我觉得很充实。你还忘记说了，你还喜欢折纸。对，也是很久都没有折了。对，苏菲亚老师除了有教中文的频道，他还有另外一个折纸的频道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他的这个折纸的频道。谢谢。你呢？我的爱好呢，跟你有一些是一样的，我也非常喜欢唱歌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两个人，你是在韩国教中文，我呢在美国教中文，我就非常的好奇，就是韩国人他们的爱好是什么呢？我来韩国以后，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，韩国的咖啡馆怎么那么多？每条街上都能看到很多咖啡馆，因为韩国人真的太喜欢喝咖啡了，尤其是冰美式。哦，他们的爱好对，是喜欢喝咖对，啡。冰美式，对。美国人有什么爱好呢？有没有跟韩国人一样的地方？呃，美国人他们的爱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，比如说周末的时候，还有放寒暑假的时候，家长都会花时间去陪他们的孩子，然后一起去爬山。美国人特别喜欢做一些冒险的运动，他们会去滑雪，他们还喜欢去徒步旅行。他们会买很多非常齐全的装备，全身上下的衣服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帐篷，还有租房车，自己自驾游，从自己的家里面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。其实有很多的美国人，他们不喜欢坐飞机，他们喜欢自驾游。坐飞机就看不到沿途的风景了，哎，没对，意思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美国人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计划，就是我可能现在开车，我要去的目的地是这个地方，但是可能你到了下一站的时候，哎，他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地方好漂亮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多待几天。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感受大自然。那苏菲亚老师，我们现在知道了韩国人的爱好和美国人的爱好，那我们来聊聊中国人的爱好是什么？嗯我最了解的当然是我的家乡西安人的爱好。我们西安人很喜欢打麻将，不知道你们那儿的人喜不喜欢打麻将？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是的，我是很不喜欢。我从很小的时候，每一次家庭聚会，一打麻将，还有甚至每天都会有邻居，到我们家来，或者说我奶奶、我爷爷到别人家去打麻将。我从小就觉得这个是挺浪费时间的，我不喜欢。我不知道你喜欢吗？在我的家乡贵州，呃，有一部分人他们的爱好是
打麻将一样的。但是也有一部分人，他们喜欢去广场上跟其他的人一起来跳广场舞。啊，对，我们那儿也一样的，对，广场舞特别流行，对，大爷大妈都喜欢跳广场舞。我的朋友他们的小孩儿就会去嗯广场上玩那个滑板，嗯，他们就会陪他们的是吗？小孩儿去那个地方。嗯所以他们也会加入广场舞的队伍吗？有一些小孩儿他们会模仿大人的行为，就是觉得特别的嗯有趣。那还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就比如说我回中国的时候呢，我会跟自己玩的好的朋友，我们会去一个卡拉 OK 里面去唱歌，然后一起玩游戏，然后嗯，还可以一起聊天。对，我们也是，聚餐之后必去卡拉 OK。嗯，所以我觉得这对对。个这是一个文化，我觉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聚会，可能到最后都会去这个卡拉 OK。大家都知道西安是13朝古都，所以西安人平时很喜欢去大雁塔、城墙，还有钟鼓楼这些地方散步或者骑行。嗯，所以绕着城墙骑自行车是西安很有特色的运动方式。那你在韩国待了多久呢？我在韩国待了快10年了，对。那你在韩国待了这么久，你有没有培养自己一个新的爱好？新的爱好，我这些年的新爱好就是喝咖啡，其他的没有什么改变。对，我现在每天早上会喝咖啡。我来韩国之前都没有喝过咖啡。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我每天喝茶，但是没有喝过咖啡。对，但是来了韩国之后，因为咖啡馆实在太多了。所以我也有时候会跟朋友去咖啡馆，喝咖啡，这样慢慢的，哎，觉得冰美式挺好喝的，然后慢慢就习惯了，每天喝咖啡，对，但是现在我也喝茶，对，也喝茶也喝咖啡，你哦，呢？我的爱好呢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我来到美国以后，我就培养了一个新的爱好，就是呢，我喜欢逛商场。因为你都知道，我们在中国，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逛商场，直接打开淘宝，直接打开天猫，直接打开京东这些手机软件，我们就可以快速下单买东西。但是呢，在美国，我就喜欢去商场里面亲自去看，亲自去逛。像美国有很多的奥莱商场，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商场离我比较近，那我就喜欢去逛一逛，看一看。享受的是这个买东西购物的过程，对嗯对对对，这个算是我在美国培养的一个新的爱好。那我回中国的时候，我就不喜欢逛街，我基本上不去逛街，可能一个月都去不了一次商场。但是呢，我在美国呢，我差不多一个星期我要去一次商场。你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韩国人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的学生没有一个是韩国人，大部分都是美国人。哦，真的，对，那你就有时差对，喽。对，所以我的课基本上都是早上和晚上，因为跟美国的时差是差不多12、13个小时。对，那你的学生里面有没有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？就我们在教这些学生的时候，总会提到爱好这个话题嘛。嗯嗯，那对，你有没有就是你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学生，他的爱好让你就是印象深刻，忘不了？我有一个英国学生，他现在62岁，他最近马上要出版一本儿他的自传，
讲一讲他的人生故事。他小时候，他爸爸家暴他和他妈妈，所以他从小都很叛逆，然后坐了10年的监狱，吸了17年的毒。后来是音乐救赎了他。他后来发现了，他特别喜欢音乐，他的爱好是弹吉他、弹钢琴、吹萨克斯风，就是可以说音乐救赎了他。他之前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人，后来可以说这个兴趣爱好救赎了他，对，让他那个残缺不全的心，被治愈了。他的故事很特别，对。还有一点我没有说，他在57岁的年龄去剑桥大学读了硕士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太励志了。对，他的自传马上就要出版了，我还打算给他翻译他的自传，希望可以在国内出版。希望他能够看到这一期视频，Sylvia 老师是在分享他学生的经历。对，他一定会看到的。他的故事总是让我觉得很感动，虽然他现在的生活很困难，经济方面很不好，但是他一直保持善良，他总是去帮助那些他觉得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，所以让我很感动。那丹妮你呢？你有没有一个学生的爱好让你印象深刻的？有一个学生，就是现在我们每个星期天要上课的这个学生，他叫雨贤，他是美国人，他是一位程序员，但他比我大很多。他呢，就是他的爱好是特别喜欢玩光剑，嗯，就是他很喜光剑。欢武术。对，他就是特别喜欢看那些科幻片、武侠片。然后他就去喜欢玩那个光剑，就是那个光剑是有很多很多颜色的，嗯，就是那个光剑就是会发光的，五颜六色的。他喜欢玩那个，我就觉得他好可爱。对，他这个爱好让我觉得，因为我以前的学生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是喜欢玩光剑的，对啊，这个真的很特别啊，我甚至都没有怎么听过。就是觉得那个光剑哈、可以消灭很多的怪兽，可以成为一个英雄，去保护地球，保护人类。我就觉得他很可爱。我每次跟他上课对啊，的时候，他跟我讲到这些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仿佛他好像就在那个场景里面，就在那个电影里面，他正在消灭怪兽，然后保护人类。哦，好可爱呀，对，跟孩子一样纯真可爱。因为他也让我了解到另外的一面，就是可能我们嗯都不了解光剑这个爱好，对不对？玩光剑，嗯但是因为他，我现在了解了，所以也增加啊。了我的知识。很有意思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学生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都是老顽童，就是特别的纯真、可爱又善良，跟孩子一样的。而且我觉得他们，就是你的学生和我的学生，他们两个人给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对中文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。嗯，对，我的学生也是。那天他问我这个单词 raspberry，的中文是不是山莓？我就很好奇，我嗯说山莓是什么？你可不可以拍一个照片给我看？然后呢，嗯他就拍给我看，我说这个是不是 raspberry？他说是的。我说那我们会叫它覆盆子，就美国人很喜欢吃这个啊水果，他自己种植了这个水嗯果嘛。然后他就嗯说，那个字典给他讲错了，他要把那个山莓改成覆盆子。就他嗯，学中文非常非常认真，非常特别的一个学生，因为他的爱好很特别。对，我也觉得很特别。非常开心，Sylvia 老师来我的频道做客，我们分享了这一期的话题爱好。
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们这一期的视频。你们呢？你们的爱好是什么呢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给我们。今天很开心来到丹妮的频道，我们还没有聊尽兴，我们下次继续聊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苏亚老师，谢谢丹妮，我们下次再见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。